没关系啊，尿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不必太难过。哎呀，一边玩去，烦不烦？我没有说你坏话，也没有向你尿床，别不跟我玩。女孩好心安慰尿床的好朋友，可没想到对方不领情，还把她给气哭了。而罪魁祸首正是此刻站在一旁满脸尴尬的我。我原本是一名年轻有为的985在校大学生，就因为上课偷摸了一下女同桌的玉足，被香晕了过去。等我醒来，就发现自己居然被送回幼儿园回炉重造。而且最尴尬的是，我尿床了，还被幼儿园老师抓到讲台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莫名其妙的回到小时候加尿床的双重打击下，导致刚才小女孩过来安慰我的时候，我一个没忍住就把她弄哭了。此时团子头女孩揉着眼睛呜个不停，接着便嗷嗷痛哭，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我无奈走上前，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出声安抚她。我没说不跟你玩啊，你不要哭了好不好？我明天给你买棒棒糖吃。听到这，夏媛的哭声戛然而止，但依旧还是有些抽噎。真的吗？真，比珍珠还真。你如果不信的话，咱们拉钩约定好不好？我伸出一只手，翘起一根小拇指看着他。面对我的动作，夏媛歪了歪脑袋，露出一副不解的样子。哎，不对，这个时候还没流行起来吗？见状，我只好伸手勾起夏媛的小指头，左右轻轻晃动。随着手指摇晃，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负罪感，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那个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100年不许变。夏媛跟着我一起喊着轻快的童谣。也就在这时，我感觉身后被人狠狠撞了一下，我一个没站稳，当场摔了个脸扑地。在这个年代，很多设施都不完善，县城幼儿园还是水泥地板，我只觉得鼻子一阵酸涩，起身后鼻血流个不停。周围的小朋友纷纷都围过来查看情况，这其中也包含刚才的小哭包夏媛，她眼神里满是关切。我来帮忙吧，妈妈教过我怎么止鼻血，你把头仰着。仰着头止鼻血好像不对吧？但此时夏媛已经轻轻拖着我的脑袋，让我仰起了头，然后用稚嫩的动作拍打着我的后脖梗。我感觉有些享受，就没阻止她的行为。等老师赶到的时候，鼻血也已经止得差不多了。梅芳，怎么老是你闹动静，也不消停下？这时有小朋友出来为我说话。我看到了，是林有熙推的他。林有熙，你又在害人？林有熙，这个名字好像有些熟悉。老师从人群中将一个西瓜头短发女孩揪了出来，她的衣服脏兮兮的，看上去有些邋遢，像个野丫头。是你推的吗？为什么要推梅芳啊？林有熙静静的在老师面前点了点头，然后低下脑袋无动于衷的站着。林有熙，林有熙，我逐渐想起了有关她的前世记忆，可脑海里的身影却怎么也没办法和面前这个粗鲁的丫头联系起来。林有熙，高中时期常年霸占年级第一，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超级女学霸。前世我与她同在一所学校，但两人一句话都没说过，所以我和她并不是很熟悉。可谁能想到她在幼儿园时竟是这副调皮捣蛋的样子？她这些年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呀？我很是好奇。到了下午4点放学的时间，教室外面黑压压的全是来接孩子的家长，他们一个个陆续走进教室，领着自己的孩子回家。我一眼就认出了我那发量繁茂的老爹梅丽君，他的容貌和20年后基本没有区别，只是上面少了许多的皱纹。老师走上前，将今天发生的事分别告诉了他与林有熙的父亲。林有熙的父亲得知后连连向梅丽君道歉，他的态度十分诚恳。这个年代的家长对孩子的磕磕绊绊习以为常，彼此智慧一生就没什么纠纷了。而我的老爹也是，他不以为然的摆摆手，然后转头朝我来了一个暴力。又在幼儿园尿床，多大的娃呀？你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梅芳爸爸，别打了，别打了，打孩子干什么呀？他也不是有意的。李老师在一旁劝导，而我挨揍也没有说话。老爸见孩子没有像往日那样一边哭喊一边胡闹，他顿时觉得索然无味，只好拽着我坐上了一旁的摩托车。回到家后，我仔细的想了想，现在这个身体除了力气不足外，还有着非常多的麻烦。比如现在，我本以为在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老妈得知我的光荣事迹后，气得抄起衣架又把我打了一顿。老爸看见老婆这么拼命打孩子，连忙上前劝阻。我说老婆，差不多可以了，我在教室已经打过一顿了，你再这么打，娃会记仇的。怕什么？我可是他亲妈。再说了，他这么小，长大了早就全忘了。现在怎么可能忘了呀？我十分怀疑自己当初是怎么健康长大的，在这种原生家庭里还完全没有心理阴影，就真的离谱。与没怎么变化的老爹相比，老妈看上去则显得变化极大，打屁股的手十分纤细柔软，脸上也几乎没什么皱纹。我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唠叨总是烦人催我相亲的老妈。原来老妈年轻时还挺漂亮的。岁月无情啊，今天的我一改往日的哭闹和任性，挨揍也只是随便嚷嚷了几句，然后就一直在默默吃饭。老爸看到我的样子顿感好奇，今天怎么不看动画片啊？你不是最喜欢看那个四驱兄弟吗？看腻了，小孩子才看这个。我拿起遥控器将电视打开，调到了新闻频道，想要重温一下当前的大环境，结果还没看一会便被老妈催着上床睡觉。我躺在床上开始盘算起自己的搞钱计划。幼儿园的孩子接送都有家长跟随，出门玩耍也要经过大人同意，而且活动范围还只能在附近的小区内。不过好在现在已经是6月份，1个月后暑假我就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最重要的是县城里的小孩子上了小学基本都会放养，到时候我就能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从20年后回归的我才不想错过这些触手可及的财富密码。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被老妈从床上拉了起来。今天自己穿衣服，了不起呀仔！老妈搓了搓我的圆脑袋，有些疑惑，感觉仔在昨天尿床之后仿佛变了一个人，打他的时候也没哭，真是太坚强了。老爸也认同的点点头，接着他故作深沉的感慨了一句，大概
这就是成长吧。吃完早餐，我坐着老爸的摩托车来到幼儿园门口，然后我向老爸伸了伸手。老爸，给我1块钱，我要买棒棒糖。得，原形毕露，你今天表现这么好，果然是为了讨吃的啊！我不是自己吃，我昨天把夏园弄哭了，今天拿来赔礼道歉。夏园就是跟咱们住一个小区住院子那家的女孩，你跟她怎么好上了？你之前不是说不跟女孩子玩的吗？老爸掐了掐我的小脸，露出惊喜的样子。你这兔崽子，是不是现在想通了，要看着她了？我纳闷地撇开老爹的咸猪手。哎呀，少啰嗦，快点给我钱！怎么跟你老子说话的？买根棒棒糖还要1块钱，你小子胆儿真肥啊！说完我又挨了一记板栗，但揍归揍，老爸还是领着我在幼儿园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根5毛钱的草莓味阿尔维斯棒棒糖，展示自己作为老爹的大度。哎，本来还想着自己买能把多余的钱存起来，可惜计划失败了。走进幼儿园，我看到了夏园和林有希2人坐在位置上玩着手工橡皮泥，我心里恍然大悟，原来夏园和林有希是好朋友呀，看上去关系好像还不错。我也没凑过去坐，不过夏园看到我进教室小跑过来，没发，昨天的事情我有不对的地方，要向你道歉。道歉？道什么歉？妈妈说我总是动不动就哭，这样以后长大了是没人喜欢的，我也要改正我的缺点才行。说着说着，夏园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手，托起一只千纸鹤。这个是我折的千纸鹤，我想把它送给你。这是一只粉色的千纸鹤，纸鹤脑袋还被涂红了，看得出是花了心思的。谢谢。还有林有希昨天推了你一把，他偷偷告诉我说是自己不小心，所以也想和你道歉。我看了一眼夏园身旁的林有希，他低着头似乎一直在思索，直到被夏园轻轻碰了碰胳膊，他才抬头将手中的千纸鹤递给了我，然后轻轻说了一句对不起，就迅速躲到了夏园身后。哎，没关系，我不介意。看到前世的超级大学霸低声下气的求我原谅，我有种莫名的爽感。林有希折的千纸鹤是蓝色的，有些皱皱巴巴的样子，明显是反复叠了很多次才成功。不过我没太在意这个，我想起口袋里的东西，将棒棒糖拿出递到夏园手里。哦，对了，这是昨天答应你的，给你棒棒糖。你居然还记得，我都忘了。夏园接过棒棒糖，一脸的欢呼雀跃。不是拉过钩吗？那既然大家都和好了，我们现在又可以做好朋友啦。好朋友？什么时候？夏园没有注意到我的疑惑，他一把拉起我的手，脸上浮现出朝阳般灿烂的微笑。没放，昨天那个拉勾勾，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吗？我是无所谓，你这次要约定什么？夏园伸出右手小拇指，一把勾在我的小指上，然后拉着我来到林有希的面前。林有希，你也来吧。我从林有希的目光里读出了一丝不情愿，但他还是老老实实的举起了手。果然，他只是在好朋友的请求下被迫营业的。说起来，他昨天推我，会不会也是因为看到我和夏园关系好在吃醋呀？这么一想，我忽然就觉得他有点可爱呀，哈哈哈！3人的小手指勾缠在一起，夏园说出了他此刻的愿望：从今往后，我们都不可以再吵架了，要一直做好朋友啊！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我感受着指尖传来的温暖，忽然心里有些莫名的意难平。前世的自己一直母胎单身到大学都没有交往过女朋友，我也以为我从来没有被女孩子在意过，但现在这个夏园好像蛮喜欢自己的样子。虽然说只是小孩子，不过等待他长大貌似也不是不可以。根据自己老爹的说法，我以前一向只跟男生玩，夏园虽然跟自己一个小区，并且很愿意亲近自己，但我俩实际上也没有更加亲密的联系。而且前世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搬过家，估计就是在那个时候彻底失去他的联络。也就是说，这个原本可以和自己关系更进一步成为青梅竹马的夏园，当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那样不知不觉错过。虽然是个张口闭口就是妈妈说的乖乖小哭包，但此时看起来也蛮可爱的。现在想想未来可期啊。得到棒棒糖后，夏园就一直在桌子上摆弄着，看起来丝毫没有吃掉的打算。我有些不太理解。收到棒棒糖怎么这么开心啊？校门口不就有的卖？妈妈说这是垃圾食品，让我不要吃，吃多了会和肚子孩一样满嘴蛀牙，那样就不好看了。那你还这么开心干什么？因为你是第一次送我礼物呀，我真的好开心。夏园显得兴奋不已。还是吃了吧，不吃就浪费了。这可是自己花了整整5毛钱买的，多宝贵的启动资金啊！可夏园却一脸认真的摇摇头。我打算留到很饿的时候再吃。很饿是什么概念啊？很饿就是梅芳，你和夏园在下面说什么小话呢？给我站起来，上课要认真听讲。这道题会算了吗？会了。那你告诉我，这里7个苹果加上5个苹果，一共是多少个苹果？底下的小朋友闻言纷纷开始掰着手指头在算，只有我不紧不慢地抬起脑袋说出了正确的答案12。老师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之色。那8加13呢？我挠了挠头，装出一副思索的样子，然后过了几秒才给出答案。
21。哇，好厉害！虽然不知道对不对，但我志在必得的表情已经让周围的小朋友们自发的鼓起了掌。梅芳会那么多加法，和小学生一样厉害。哇，好厉害！据我估计，梅芳起码有了小学2年级，不对，小学3年级的水平。我哥哥上3年级还不会算这个。那是你哥哥有问题吧？哪有3年级不会加减法的？这孩子一定是从如烟俱乐部培训出来的。而李老师推了推眼镜，露出疑惑的神色。梅芳，你是不是报了哪里的心算班啊？没有啊，我家里的堂姐教我的。我撒了个谎，毕竟自己还没有考虑去建立神童的人设，我也怕自己财迷心窍的老爸知道后拉着自己到处去参加节目。就算以后成绩好，也要遵守课堂纪律，不然等上了小学，你这么皮可是要挨板子的，晓得不？知道了，李老师。我叹了一口气，看来以后不能这么装了，一点体验感都没有。时间一晃而过，下午放学回到家里，我想起自己的计划，朝老爸那里打听到夏元家的住址，然后就嚷嚷着要下楼去找他玩。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小区里，但两家人的房型却完全不同。我家是比较常见的那种，而夏元家则是单门独院的2层小洋楼，规格有点像日式的一户建。我站在夏元家大门口，听着屋内传来了悠扬的钢琴声。这个年代家里买得起钢琴，看来她是个大小姐啊。我踮起脚尖按了下夏元家的门铃，不一会儿里面传出了一个温柔的女声。你好，请问你找谁啊？怎么没人在啊？是夏元妈妈吗？我连忙朝着夏元家的可视电话疯狂挥手。阿姨你好，我是夏元在幼儿园的同学梅芳，也是住在这栋小区的。梅芳，我常听圆圆提起你哦，你是来找她玩的吗？可以吗？我努力夹出一道纯真无邪的声音。我和夏元约好了，今天一起去小区的儿童乐园那边玩。圆圆的钢琴课快练完了，你要不要先进来等一下，我给你开门。好。话音落下，院子里的大门就自动缓缓打开了。我顺着道路往前，没走几步就看到夏元妈妈温柔地向自己打招呼。她散发着一股知性的大家闺秀气质，柔顺长发贴在一侧，淡雅的妆容下，一双眼睛清澈流转，格外的沁人心脾，仿佛春日的暖阳。阿姨好。没想到夏元妈妈是这么漂亮的大美人，我瞬间变得有些局促，不过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她。好有礼貌的孩子呀，快进来坐吧。我跟着夏元妈妈来到客厅，此时能清晰地听见楼上传来的钢琴声。悠扬的琴声婉转入耳，有流水般轻柔的浪漫旋律。见我听得入迷，夏元妈妈忍不住好奇地问：你喜欢这首曲子吗？因为前世爱好的关系，我对音乐颇有研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弹的曲子应该是门德尔颂的《春之歌》。真厉害，喜欢音乐的男孩子可不多见，怪不得圆圆老对我说起你。你先看电视，阿姨去给你倒杯果汁。谢谢阿姨。夏元家客厅装潢的相当有格调，得亏是白梅县这样的小县城没什么贵族学校，不然自己估计根本没有和夏元一起上幼儿园的机会。过了一会，楼上的钢琴声渐渐停止，然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圆圆，你朋友在等着和你一起出去玩吗？梅芳，你怎么来了？夏元歪了歪脑袋表示疑惑。来找你玩啊！放学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呀，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还有钢琴课，真对不起。夏元一边说着一边看向夏妈妈。妈妈，我可以跟梅芳去儿童乐园玩吗？我们不会到处乱跑的。可以呀，但记得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夏元说完便取了个挎包，拽着我就往屋外跑。我们赶紧去玩吧，记得换鞋啊！你这孩子，怎么一说到出去玩，整个人就毛毛躁躁的？因为是第一次和小朋友在幼儿园以外的地方玩耍，夏元显得十分开心。对了，夏元，你都跟你妈妈说了关于我的什么？我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奇。这小丫头这么喜欢我，一定在妈妈面前说了什么以后要做我新娘之类羞耻的话，不然她妈妈不可能对我这么感兴趣。刚才聊天的时候，明显是丈母娘审视女婿的口吻啊。我想想啊，我说了你尿床的事情，在大家面前光着身子洗屁股的事情。我闻言小脸一红，立刻捂住她的小嘴。这些事是可以到处乱说的吗？你长不长脑子？我只是跟我妈妈说呀，你那么凶干什么嘛？还骂人。夏元显得有些委屈。我现在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以后跟你妈妈说起我的时候，能不能多聊聊我帅气的一面？今天你算说很厉害的事情，我也跟妈妈说了。你还真是什么都跟妈妈说呀。妈妈说，遇到开心、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周围的人分享，这样就会获得更多快乐。但就算这样，我们也该有自己的小秘密才对哦。我见笑一声，看了看夏元腰间的粉色小包包。比如说，只有你和我才知道的小秘密。只有我和你知道的。是什么秘密呀？我朝他伸出了自己的小手。你先借我10块钱，我就把这个秘密分享给你。
好呀，但是你要记得还我哦。那必须，我爸从小教导我，做人要言而有信，绝对不能欠钱不还。我拍了拍胸脯向他保证，夏元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粉色的小包包。自从得知他包里有不少零用钱后，我就一直惦记着。夏元翻了翻自己的小钱包，然后拿出一张10块钱的钞票递了过来。给你啦，可以分享给我你的小秘密了吗？先别急，先跟我走这边。我拉着夏元朝小区外走去，这让他有些害怕。我们不是要去儿童乐园的滑梯那边玩吗？那里有什么好玩的？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小学生了，难道不应该去更刺激的地方冒险吗？可是我答应了妈妈，说不会到处乱跑的。夏元低着头摆弄着巴掌大的小手指，有些扭捏。你不告诉妈妈，我不告诉你妈妈，你妈妈不就不知道了？我凑到他身边，揽住他的肩膀，继续忽悠。这就成了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小秘密，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哦。夏元自记事起就一直是父母眼中乖巧懂事的好孩子，他从没想过对父母隐瞒些什么，因此在面对我所提出的新奇体验诱惑下，他几乎没什么抵抗能力，就点了点头。见夏元同意，我领着他偷偷钻出了小区，两人来到了小区门口开设的一家足彩店内。老板看到2孩子进来就显得有些不耐烦。去，小孩子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出去！看见足彩店老板凶神恶煞，夏元下意识就躲到了我身后，然后死死抓着我的衣角，我则显得落落大方。叔叔好，我是帮我爸爸跑腿买足彩票的。跑腿啊，那赶紧买吧。买什么？我爸想买4强彩，现在还有卖吗？赶巧，今天是4强票的最后一天。你爸爸告诉你选哪几个队伍了吗？说了，我记得住。2002年的足彩发行了不少玩法，其中最简单的是16强大比拼以及8强和4强的竞猜。对于我而言，我唯一还记得的就是02年的4强队伍。冠军选桑巴，亚军德邦，季军土鸡，殿军棒子。你确定你爸爸选的是这4支队伍吗？没记错吧？打了票可就不能换了。我爸爸说的就是这4个，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你可别反悔。下多少注？1注2块钱，5注全买一样的。给你。我从店老板手上拿过购买的彩票，期间夏元一直拉着我的衣角。好啦，可以走了吗？可以了，走吧。我心满意足地拿着自己重生后的财富密码，只是夏元显得很不高兴。梅芳，你真坏！你借我的钱原来是为了买这个东西啊！你还跟刚才那个叔叔撒谎，说是帮爸爸跑腿。我没撒谎呀，我本来就是帮我爸爸跑腿的。那你爸爸怎么不给你钱啦？我爸爸没有钱，钱都在妈妈那儿，后面会还你钱的。大人怎么可能没有钱？我才不信！夏元鼓着腮帮子，一副很不爽的样子。我想了想，也觉得骗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好啦，办完事情了，现在可以一起去冒险啦。你说的冒险，难道不是刚才那个吗？那只是顺便跑腿。从现在开始，咱们才叫做真正的冒险。听到我的话，夏元原本气恼而皱起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嘟起的小嘴也微微上扬。我们去哪里呀？跟我来。我带着夏元在街上转悠，我想着这种小孩子肯定没自己一个人逛过街，随便逛一圈回小区就可以了。两人穿梭在喧闹繁华的街道集市内，越是人多的地方，夏元就把我的衣角拽得越紧。他走得慢，差点一下把我的衣服撕烂。我很是无语地看着他。哎呀，这么用力做什么？夏元有些支支吾吾地解释：要是你突然不见了，我不就走丢了？那你拉着我的手啊，就不要拽衣角了。好。夏元攥紧了我的手，掌心传递的温度顿时让他安心了许多。闹市的尽头有一个卖棉花糖的小贩，夏元在这里停下了脚步，然后眼巴巴地看着老板现场制作棉花糖。周围的小朋友们围成了一圈，上面写着售价1元1根。你想吃这个？夏元点了点可爱的小脑袋。但是我妈妈从来不给我买。这也不能买，那也不能买，你活得多累啊！你的钱包那么多钱，到底可以买什么东西啊？文具和贴纸之类的。唉，可惜我没有钱。要是我有钱，我肯定请你吃棉花糖。这样吧，我有钱，我可以先借给你，你再给我买。我叹了口气，看着这个傻乎乎的女孩从她的包包里掏出2枚硬币交到自己手里，然后一副满眼期待的样子。叔叔要根棉花糖。我将买到的棉花糖递给夏元。给，我请你的。谢谢你，不过棉花糖这么大，我一个人都吃不完，我们一起吃吧。我不用，你自己吃。夏元尝了一口棉花糖，立刻便被这入口即化的口感所震撼。一舔就化了，好厉害，好好吃啊！你喜欢就好。虽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但一样还只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女孩。夏元把心思全放在吃棉花糖上，另一只手被我拉着，两人回到小区，坐在一处长凳上休息。6月的温度刚刚好，小区外的零食叫卖声由远及近，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从心里油然而生。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享受此刻的宁静，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这么悠哉悠闲的时光了。等到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我发现夏元正单手托着腮，一脸好奇地盯着我看。梅芳，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今后怎么才能赚大钱。你的梦想也太无聊了吧？那你长大想做什么？我呀，将来我想和我妈妈一样，当一名小学老师。原来你妈妈是老师呀？
为什么想做这行？因为当老师有很多假期啊，星期六、星期天、暑假、寒假、中秋节、元旦，下班还特别早。我妈妈就是这样的，好轻松啊！不得不说，小孩子的想法还真是纯粹。我轻轻敲了敲夏元的头，虽然他一副委屈的样子，但也并没有真的哭出来。你打我干什么嘛？你说想当老师，结果还不是想着贪玩。等下嘛，我还没说完呢。而且当老师的话，就可以一辈子都和孩子们相处。我们一起去郊游，我只会布置一点点作业。还有啊，看着夏元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未来规划的样子，我心中泛起一丝涟漪。我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像这样倾听着小孩子畅谈他的人生理想，并且奇怪的是，我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感觉。我和他就这样聊着天，大多数时候都是夏元在说，我偶尔插一句。聊着聊着，夏元的困意逐渐袭来，说话都变得有些口齿不清。就当我准备询问他要不要回家时，夏元却一头栽倒在我的肩膀上。我没有急着马上叫醒他，而是维持这样的姿态，吹着惬意舒爽的晚风。也许在那遥远的前世，夏元也曾和自己有过这样一段纯真的时光，但那段时光已经在岁月的洗刷下被自己全然忘却。而此时的我，只想好好去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过了大概半小时，夏元醒来后，我将他送到了门口，接着才自己慢悠悠的回到家里。然后第一时间我就把买彩票的事告诉了老爸梅丽君。当然钱的来源我没说是从夏元那里借过来的，而是说那是自己存起来的压岁钱。老爸倒也没说什么，不过他得知我买了哪几个4强队伍后，却忍不住嘲笑了起来。你买的这啥鬼名次啊？这么乱选怎么可能中啊？真浪费钱，也不问问你爹给你指导一下。就棒子这水平能进4强，你有脑子想想啊！老爸，你不要太自满。先说，要是中奖了怎么办？要是能中奖的话，我叫你爹行不？老爸，别这么幼稚。要是真中奖了的话，你分我些钱就好了。怎么不全要啊？这可是你自己斥巨资买的彩票，中了奖当然全是你的。那这样吧，我要你给我买个东西。行，要是真能中奖，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时间一晃而去，距离我重生已经过去了2周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了小朋友的可怕。孩子们会因为玩玩具产生纠纷，一言不合上去就是一巴掌，偶尔也会发生咬人的情况。还有下课休息的时候，总有一些男孩子在用卑鄙的招数在玩闹，比如猴子偷桃、仙人指路。有时无辜路过的我也会被他们整一把，这让我感到十分绝望。跟这群妖魔鬼怪待在一起，我还怎么规划宏伟的人生目标啊？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未来学霸林有希同学了。他在幼儿园里是老师重点关注的对象。林有希上位，林有希，你又调皮捣蛋，林有希，你坐好。这样的呵斥在幼儿园中是家常便饭，加上林有希还有点不太讲卫生，她总是吊着鼻涕东往那西蹭蹭，因此夏元几乎是唯一一个愿意和她亲近的女孩。妈妈说每个小孩子都要讲卫生。幼儿园里，夏元总是追着林有希跑，帮她擦鼻涕，制止她胡闹，像妈妈一样各种照顾她。大概真的只是恰好重名吧，或者说自己的重生已经导致了蝴蝶效应，出现了平行世界。若不是模子里真的有点相似，我已经完全不能把林有希和自己前世里认识的那个大学霸关联在一起了。当然，在我看来，林有希只是调皮好动了些，她没有去欺负别的小孩子，也没干什么坏事，给人一种在博取关注的感觉。上次夏元拉着林有希和自己道歉后，林有希就有些刻意的躲着我，我找她说话，她也只是点头摇头。这天外面电闪雷鸣，下了很大的雨，好不容易熬到放学，但外面暴雨却依旧没有消停的迹象。老师电话不断，接孩子们的家长都姗姗来迟，最后就剩下了夏元、林有希和我3人。来，再玩一次扮家家酒吧，这次我来当爸爸，林有希当妈妈，梅芳当宝宝。梅芳，拿好你的娃娃，起来做什么？我指了指窗外，你妈妈来接你了。夏元本来还玩得很开心，但一见到妈妈撑着伞过来，便委屈地扑了过去。怎么这么晚？学校那边有点事耽误了，妈妈回去给你做可乐鸡翅，补偿你好不好？好。夏元说着便回头挥了挥手。梅芳，林有希，那我就先回家了，明天再玩。拜拜，阿姨再见。夏妈妈看到是我后顿时笑了起来。梅芳，你家里人还没来接你吗？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夏元爸爸开车过来的，可以正好把你一起送回去。那把林有希也一起带回去吧，来我家吃可乐鸡翅啊。夏元很希望朋友们都能去他家做客，但是他妈妈就有些面露难色的样子，显然没有招待客人的准备。就在这时，一旁的林有希用力的摇了摇头，表示拒绝。我想了想，自己一个人过去也有点不太合适。谢谢阿姨，但我还是等我爸过来，他应该快到了。那就明天见啦。夏元是3人组的重要关系纽带，他一离开我和林有希，瞬间就没了继续玩下去的打算。此时天色已经十分暗淡了，一旁的林有希一直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雨景，他似乎从没像现在这样安静过。忽然教室外传来摩托车的声音，林有希像只竖着耳朵的小兔子，立刻跳起来向外面张望，可看到来人后，他又失落地坐了下来。今天这雨可真大呀，
哎呦，李老师，你受累受累啊！潍坊那小子没丢吧？我说你们这些当家长的也真是的啊，下次记得早点过来接孩子，这都快看新闻联播了。现在回去看还来得及？来不及，这还有一个呢。李老师快步走到林有熙面前，刚才又打了一下你爸爸的电话，没人接，你要不先跟我回家吧。这个李老师平时在班上就不温柔，也是批评林有熙最多的一位。林有熙连下人家都不肯去，更不用说他家了。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一直陪你在这儿等吧？此时我注意到林有熙的眼睛已经有些红了，我拉住了准备带自己回家的老爸梅丽君。爸，林有熙他爸爸没来，我们可以把林有熙带回家吗？你小子真……老爸瞥了眼趴在桌上的林有熙，接着又叹了一口气。我倒是无所谓，李老师，您看可以吗？如果林有熙愿意跟你们回去的话，我没意见。到时候让林有熙爸爸主动联系你就是了。然而听到对话的林有熙却是疯狂的摇头。我主动走上前去劝说他。现在幼儿园马上就要关门了，外面还打着雷，你要是不跟我们回去去我家，那就要跟李老师回家去了。我给林有熙抛出了一个选择题，相比较于跟着总是责骂他的李老师回家，我相信林有熙至少会更亲近自己一些。不过林有熙没有立刻给出回应，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既然不愿意的话，我可就先回去了。说完我转身想走，但此刻我的衣角却被林有熙死死地拽住，他低着头发出委屈巴巴的声音，没有不愿意，我跟你回去你家。就这样林有熙坐上了老爸的摩托车，三人回到家里，老爸坐在前面骑车，被雨衣保护得很好，我和林有熙坐在后面的就惨了，两人都像落汤的鸡仔，一副十分狼狈的样子。回来了呀，赶紧去洗个澡吧，免得着凉了。老妈拿着干毛巾来到门口，正准备给我擦脸的时候，看到了站在一旁一直低着头的林有熙，我赶紧朝他解释，这是我的幼儿园同学，叫林有熙，他爸爸一直没来接他。这样啊，也一起进来吧。我帮你照照梅芳的衣服，也一起洗个澡，待会儿我帮你洗吧。林有熙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在那傻乎乎的站着。我拉了他一下，靠近他耳朵小声说道，洗完澡就在我们家吃饭吧，你一定饿坏了。好。林有熙只跟小朋友搭话，他也是夏园的好朋友，算上前世不存在的缘分，他勉强还算自己的老相识，而且就这样把他扔在那里，我也实在是于心不忍。就在老妈带林有熙去浴室洗澡的时候，老爸翘着二郎腿开始教训起我。你小子最近怎么回事啊？以前和女孩子一点都不对付，现在倒挺关心他们的呀。先是和夏园玩，现在又是和林有熙，你小年纪花花肠子挺多呀。嘿，不过这一点确实有你爹我的风范，就是想当年我吹牛皮。我没忍住打断了张扬的老爸，你要这么有本事，就不会娶一个连10块钱零花钱都不给你的老婆，受什么罪？你小子怎么说你妈坏话呢？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小白眼狼？你妈可是这10里8乡最贤惠最漂亮的大美人，我不和她谈对象，和谁谈对象？这一副讨好式的肉麻发言，想也不用想就知道他是看到老婆过来了。老妈带着洗完澡的林有熙在那吹头发，她并没有因为家里来了不速之客而不高兴，相反她似乎和林有熙相处的还挺开心。此时的林有熙与平时相比变得清爽了许多，她穿着我的单衣裤，身上干干净净的，老妈还给她特意扎了一条高马尾的灯笼辫。怎么样，看我扎的辫子好看吗？林有熙，你抬一下头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人在屋檐下没法不低头，林有熙闻言硬着头皮抬起了头，然后又迅速的低了下去。我默默的给妈妈点了个赞，这样看林有熙确实挺可爱的。我说你怎么在浴室吹头发折腾这么久？哎，饭菜都凉了。我倒没有像老爹一样直男，而是笑嘻嘻的接了一句，嘿，妈，你扎的辫子真好看。还是我们家梅芳懂事，不过也不只是你妈技术好，人家林有熙也很可爱的嘛。老妈轻轻捏着林有熙的脸颊，表情里充满了幸福。哎呀，我要是能生个女儿就好了。咱们都是体制内，二胎这事儿你就别想了。想想也不行，就你话多。父母的吵架拌嘴对我来说已经是听了几10年的家常便饭，但现在听着却感觉格外的轻松惬意。就在一家人准备上桌吃饭的时候，老爸接到了林有熙爸爸的电话，简单说了几句后，老爸把手机递给了林有熙。林有熙接过电话后拿着便去了阳台。怎么说，一会儿就来接吗？他爸说工地上出了点状况，要晚一点才能过来。这么大的雨，安全第一。对了，这么说林有熙他爸爸应该就是东门水产街的那个林家老三吧，做工程的那位。老爸点点头，他看着在阳台讲电话的林有熙，小声回复，上次林有熙和梅芳有点小摩擦，我见过他爸爸，就是老婆前年出车祸走了那位。你是该把他带回家来，小姑娘这么小就没妈妈，怪可怜的。没一会林有熙讲完电话就被我们一家人殷勤的请上了饭桌。来，林有熙尝尝这个，今天我们家特意烧了一只鸡，你和梅芳一人一只鸡腿，不对，梅芳的也给你吃。林有熙的碗里倾注了老妈满满的爱，而我的碗里只有几片青菜和豆子。林有熙平时在学校经常把吃不完的饭菜撒在桌上，但在我家他就很守规矩，一直小口小口的认真扒饭，遇到平时不吃的也会努力咽下去。看见他艰难的样子，我忍不住朝他小声说道，吃得完吗？他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吃不完分我一些吧，不要勉强自己。林有熙闻言舀了一些米饭和菜放到我的碗里，接着他突然凑到我耳边说了2句悄悄话，我听完顿时微微一笑，不用害羞，喜欢的话可以
直接告诉我爸爸妈妈。林有熙依旧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她脸颊红红的低着脑袋。你们两个小孩子在那儿悄悄地说什么呢？也讲我听一下。老妈对小孩子之间的对话很感兴趣，我笑嘻嘻的朝老妈解释。林有熙他说呀，妈，你做的饭好好吃啊，以后还想来我们家吃饭。一旁的林有熙还没来得及反驳，老爸就哈哈大笑起来。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等你爸来了，我就跟他说，让你平时多来我家吃饭，天天来。好，这个好，这等于是我多了个女儿，我每天都给你扎好看的辫子，好不好？林有熙红着脸抵挡不住我父母的热情，他一会沉默一会摇头，然后看见我在那啃着他碗里的鸡腿，顿时有些气恼。他偷偷的伸手揪着我的大腿，狠狠地掐了一下，这可把我疼的是哇哇大叫。两人的小动作也逗得老爸老妈笑个不停。很快吃过完晚饭后，没一会林有熙的爸爸就来了，他跟老爸寒暄了几句，就将林有熙接走。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在这个充满年龄代沟的幼儿园待了将近1个月，每天都想各种办法避免陷入和孩子们的争端当中。而家教良好的夏园倒是和幼儿园的孩子打成一片，因此他的身边总是有很多小朋友乐意围着他玩耍。每当夏园被人群围拢的时候，林有熙就会一个人玩，也不会主动凑过去。但这种情形也随着我带林有熙回家后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他开始时不时的亲近我了。他从默不作声到变得愿意和我说话，虽然每次总是小声跑到我耳边说，可这其实也是一个很亲密的举动，所以也就导致负责帮林有熙擦鼻涕的人从夏园逐渐变成了我。来擦一下呀你，别不嫌脏，你是女孩子好不好？林有熙仰着脑袋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然后等着我来帮他擦鼻涕。哎呀，别吸鼻涕啊，脏死了！你们两个的关系现在变得好好呀。我这会儿正好帮林有熙收拾完，见到这种情况，夏园也没有吃醋，他很开心看到我和林有熙两人做朋友。你跟林有熙玩吧，我要休息了。我平时在幼儿园就靠睡觉打发时间，可夏园却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梅芳，你怎么这么爱睡觉？不准睡，大懒虫！今天还没一起过家家呢。怎么老找我玩啊？你朋友明明这么多。当然是因为只有你愿意陪林有熙一起玩呀。这话直接在他面前说出来合适吗？看了眼在一旁耷拉着脑袋呆呆的林有熙，我默默叹了口气。唉，那玩吧，反正也没几天就要毕业了。夏园在过家家游戏里当妈有瘾，不管我和林有熙怎么换角色，她都要当妈妈。我和林有熙也不和她争，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演爸爸，林有熙演女儿。爸爸，怎么还不出门工作呀？太阳都晒到屁股了。有熙，该起床了。妈妈给你做了早餐，还有煎蛋、牛奶、培根，沾了果酱的面包，还有香肠，营养要均衡。早上吃这么多不会撑死啊？爸爸，你怎么还没去上班？你可是一家之主，要更加有担当一些才行。三人手中都拿着一个娃娃在那里玩耍，正常情况下我配合的说几句话就行，因为爸爸每天都要上班，我可以在一旁挂机，除非待机太久了会被夏园抱怨回家太晚。他们几个这么大了，还在过家家，好幼稚哦！几个手里拿着变形金刚和铁胆火车侠的男生从旁边路过，为首的男生叫杜子涵，有着一口夸张的蛀牙，还是班上臭名昭著的惹事精。他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嘲笑我们：梅芳，你最近怎么这么喜欢跟女孩子玩？你好娘哦，怪不得老是尿床。夏园显得很生气。杜子涵，你这样可不行，小朋友之间要友好相处，不可以说对方坏话。我一脸悠闲地耸了耸肩膀，劝阻夏园。他们想笑，那就尽管让他们笑吧。长大以后有他们哭的。可恶，为什么我会这么气？杜子涵举着他的玩具来回晃悠。是时候让这个尿床 boy 尝尝我的厉害了。我可是神手金刚的猩猩队长，超级变换形态，吃我一记神兽飞踢！就在杜子涵的变形金刚快要撞到我手里的娃娃时，我主动出手把他的变形金刚抢了过来。杜子涵瞬间哭闹着要从我手里夺过玩具，而我仗着身高的优势把玩具高高的举在空中。9加3等于几？既然你是队长，这一点事应该难不倒你。答对了我就还你。9加3，可恶，竟然出10位数的加减法！放弃吧，队长，梅芳是算术天才，你斗不过他的。不，我一定要算出来。1、2、3、4。队长，不要自讨苦吃了。少啰嗦，你们把我搞昏头了，闭嘴！就在杜子涵绞尽脑汁算数的时候，李老师步履匆忙地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大帮子拿着摄影机和话筒的青年男女。小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啊，放下手中的玩具，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白梅县电视台的叔叔阿姨们，听说大家马上要毕业了，特意来给大家做采访，回答一些问题，到时候是要上电视的，注意一下。妈妈，我要上电视了，还有我，
我最帅。一听说可以上电视，班里的一些孩子们瞬间兴奋了起来，但也有一些孩子这时就缩起脑袋低着头，比如林有熙就在其中。那么有没有小朋友愿意自告奋勇回答姐姐的问题呢？阿姨，让我先，我什么都会。杜子涵仰着脑袋高高的举着手，但电视台的女记者只是笑眯眯的从她身边走过来，到了端正坐在椅子上乖乖举起手的夏媛面前。阿姨，怎么不问我呀？我什么都知道。杜子涵还在女记者旁边扒拉她，但女记者显然当她是个空气。好可爱的小女孩啊！可以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吗？夏媛清了清喉咙，理了理衣装，接着便朝着镜头微笑搭话。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夏媛，是辽师幼儿园大2班的学生，今年5岁，不过再过1个月就过6岁生日了。我的兴趣爱好是弹钢琴，平时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过家家，还有我特别喜欢当妈妈。虽然表现的还是有些拘谨和生涩，但对于第一次面对镜头的孩子而言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好呀，夏媛小妹妹，现在夏天快要来了，大2班的小朋友们也马上就要从幼儿园毕业了，成为一名小学生了。你知道小学生是什么样的吗？知道哦，我的妈妈就是小学老师，我以前也去看过小学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坐在更宽敞的教室，学习很多新鲜的课程，还会参加体育活动。放学他们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站路队回家，很了不起。哇，夏媛小朋友了解的可真不少，看来你也很期待上小学，对吧？夏媛想了想，给出了回答。有一半的期待吧。为什么只有一半呢？因为我也很舍不得在幼儿园的好朋友们。那班上的男孩子里哪一位和你关系最好啊？夏媛没有丝毫犹豫，伸出手就指向了我这边的方向。是梅芳。那你喜欢梅芳吗？喜欢啊。夏媛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阿姨，也问我问题。杜子涵在一旁不停地扒拉着女记者，她强忍着怒气指了指旁边的杜子涵。那这位小朋友你不喜欢吗？不喜欢。夏媛依旧回答得很干脆和果断。为什么呀？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杜子涵长得实在是太丑了，他全是蛀牙。一旁的小女孩立刻插嘴，引得杜子涵满脸的不服气。我才不丑，梅芳才丑，她还是个尿床大王。对，说的都对，你辩就是你对，我就是尿床大王。可恶，为什么我好生气？杜子涵正要发作，一旁的夏媛又急匆匆接过记者的话筒。因为妈妈说，女孩子对待感情一定要专一，喜欢了这个男孩子，就不能同时喜欢别的男孩子，只能跟这个男孩子结婚，跟他生毛毛。毛毛是白眉县这边的家乡话，类似于宝宝的意思。你妈妈怎么这种话也跟你说？不过为什么我会有种莫名的触动感？哦，我知道了，你对感情很专一呢，那你一定想跟梅芳小朋友生毛毛呀。夏媛这回倒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可以呀，我喜欢女孩子多一点，要生女儿才好。那梅芳小朋友，你想不想跟夏媛一起生毛毛呢？姐姐，我觉得这个话题没必要继续聊下去，反正你们也不可能播这段的，对吧？我冷着一副扑克脸，紧紧盯着这名记者。就当是满足姐姐的好奇心嘛，姐姐给你买糖吃好不好？姐姐，你也不想台长找你麻烦对吧？您还是自己拿着钱去买 QQ 星去吧。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记者没能得到问题的回答也是一脸的失望。夏媛的采访结束后，她第一时间就找了过来，似乎是对我刚才的发言有所不满。梅芳，你不想跟我生毛毛呀？如果我说想的话，你要怎么办？想的话就拉勾勾嘛。夏媛伸出小指头，满怀期待地注视着我，她认真的举动让我原本想捉弄她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那就先不拉勾了。说完我转身就跑。怎么这样？小孩子过家家式的喜欢，无非是天真烂漫的孩提星星，他们说说也就罢了。可我在心智上已是成年人，所以没办法对夏媛做出像是哄骗小女孩感情一样的承诺，这会让我良心上过不去。毕竟那可是厚颜无耻的渣男行为。当然了，自己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对青梅竹马般恋情的期待，但我重生的年纪实在太小，而未来又存在太多变数，所以目前阶段努力提升自己，认真攒钱才是最正确的。很快放学回到家里，今天吃完饭我就早早的被老妈拽上床躺平，原本以为就这样一觉到天亮，可没想到凌晨刚过我就在睡梦中被老爸拍醒。梅芳中了，你中了，不，我中了1等奖彩票，你买的彩票在哪儿？快拿出来，咱们家要发达了。5岁的孩童对充足的睡觉时长有着重度的依赖，我被摇醒后迷迷糊糊的，一身起床气犹如火山岩浆一般喷薄而出。此时老爹还在不停摇晃着我的身子，我当场孝子附体，甩了老爹一记响亮的耳光。老爸，好你这点出息，不就中个彩票吗？咋整？不像什么话。我打了老爸一巴掌后也清醒了许多，在他的催促下，我从自己的一册绘本里翻出了藏起来的彩票。老爸仔细核对着上面的投注信息，桑巴、德邦、土鸡、棒子，居然真的给你猜中了名次了！哎呦，你小子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今天叫你一声爹，真的不为过了。
要你给我买的东西是家用电脑。电脑？你还这么小，要家用电脑干什么？李老师说，21世纪是计算机的世界，我对计算机很感兴趣，绝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行，明天就带你去买电脑。老爸也没多想，他猜自己儿子八成是看别人家小朋友家里有电脑可以玩游戏，也就有样学样想要买。乖仔，先把彩票给爸爸。先买好电脑，买完我就把彩票给你。你小子怎么对你亲爹一点信任感都没有？你这不是还得说服妈妈吗？而老妈在得知儿子买的彩票中大奖后，第一反应是痛打老爸带坏了儿子。但打归打，这笔意外横财也让他感到十分高兴。最重要的是，听说儿子想要买电脑用来学习，一向小气的他也不管儿子是不是说胡话，当场就答应了下来。一家3口在电脑城预定了一台电脑后，就一起去了彩票店，确认了这一期4强彩的1等奖奖金，单注奖金是14万多，扣掉税之后预估能拿到50万多一点，超过1万元的奖金需要前往省级兑奖中心完成兑奖。一家人在彩票店确认了金额，就一起慢悠悠的散步回家。回到家关上门，我父母2人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声嚷嚷，抱着我是亲了又亲，把我直接弄成了花脸猫。其实我在2022年的时候1年都攒不了几块钱，按理说中了奖我也应该很激动才是，但父母表现出的疯狂却让我不得不强行冷静下来。这重生还啥都没开始呢，可不能就这样玩脱了。你们冷静一点好吗？这样我真的会害怕。我装作一副惊恐的表情。我感觉50万也不是很多吧？夏元说他家那栋小别墅就要100万，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能跟家里人到处说呀。我看电视上说。知道了，我们可是大人，怎么可能不成熟到会这样到处炫耀的程度啊？老妈开心的捏了捏我脸蛋。说起来，既然都要去江城兑奖了，那就等梅芳毕业之后，在江城玩几天度假怎么样？哎，好主意，我们俩也好久没去江城玩了。上次去江城还是咱们处对象的时候。哎呀，真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小霞这些年也辛苦你了。我看到父母恩爱的样子，觉得十分别扭，便提出想要去试试已经在家里装好的电脑。在02年的白眉县里，家用电脑属实还是个稀罕物，即便是夏元这样的富庶之家，也未曾想过配置电脑，可以说已经超前很久了。这台家用电脑顶着一个17寸的大脑袋，古董级滚珠鼠标，256M 内存，40G 硬盘，显卡为 GF400MX，显存只有64。而像这样的配置，在02年这个时代已经算是比较高档的。老爸梅丽君也是花了4000块钱才将它拿下。而目前我则打算利用这台电脑提前学习一些知识，以备为将来各种行业的入场打个良好的基础。很快又是几天过去，梁氏幼儿园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典礼。我身穿幼儿园制服，左手拉着一旁夏元的手，右手拉着一旁林有希的手，然后和大2班的孩子们一起摇头晃脑的哼唱着老师再见了。作为毕业典礼上的惯例通用歌，现场的气氛也影响了班里的一些小朋友。等到毕业典礼结束，女孩子们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礼物一一惜别，比如夏元就装了满一书包的礼物准备和朋友们分享，其中也有我的份。送给我的是一只橘色小老虎，布条缝制而成，里面装着像是细沙一样质感的填充物，袋子上面的图案明显是手绘的，看得出来制作很用心。梅芳，恭喜你毕业了。也祝贺你呀。我拍了拍夏元的小脑袋，夏元撇撇嘴，显得有些气恼。明明大家都是从幼儿园毕业，你怎么老是像大人一样喜欢拍我的头啊？没有的事，你想多了。我一边微笑一边拍着夏元的脑袋，夏元则一副委屈的样子四处躲闪。就在这时，我忽然被人从身后用力敲了一记后脑勺，这一下攻击根本没有轻重，我捂着后脑勺疼得龇牙咧嘴。毫无疑问，这是林有希才会干出来的事情。自从上一次我把他带回家后，林有希的爸爸和我父母便熟络了起来。自从他妈妈去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爸爸一个人在照顾，但工地上的事情比较多，他经常一个人待在家里。老妈向小霞见他可怜，就嘱托老爸一起帮忙接送林有希，而且他家离我家其实也不远，就是1-2个街道不到500米的距离。来我家多了，我和他也逐渐没了隔阂，变得随意了起来。此时林有希双手叉着腰，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不准欺负夏元，不然我就欺负你了。还是林有希对我最好呀。夏元连忙拉着林有希的手凑上去和他贴贴抱抱。林有希，你下午可以来我家做客吗？我上次和你说过。林有希立刻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看了一眼远处正在热络聊天的爸爸。我去问问爸爸。好啊好啊，那可再好不过了。原本我还想说今天肯定又要被林有希缠着了，毕竟他在我家待着的时候就最喜欢看我鼓捣电脑，然后他就在一旁捣蛋，例如我看各种代码学习资料，他就偷偷在旁边按键盘挪鼠标，把我弄得炸毛后，他就会笑得合不拢嘴。梅芳也一起来好不好？我不去，你们女孩子一起聚会，叫我做什么？不是女孩子专属的呀，是好朋友的聚会。夏元扭扭捏捏的沉默片刻。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希望你也能来为我庆祝啊！生日啊？你怎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以你的性格，一定会提前几天大张旗鼓的告诉班里所有的小朋友，让所有人都来参加你的生日会呢。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因为和毕业典礼是同一天嘛，肯定是毕业典礼更重要。大家也都忙着排节目，就没有说这件事。夏元顿了顿，接着又嘟起了小嘴。其实我本来只打算邀请林有希一个人的，居然没我的份，不够意思。那还不是因为你上次
是说不想跟我生毛毛，那件事你一直还没跟我道歉。我本来想着从今往后不和你好了呢。哼啊，你这么记仇的？夏元点点头，然后自顾自地说着。但后来我想通了，好朋友不一定非得生毛毛才能当好朋友，毕竟我和林有熙也不能生毛毛，但我们可以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你想通了就好，不要再那么执着生毛毛了。夏元像是没听到我的话，而是昂着脑袋询问。那你下午会来的吧？我下周就要回乡下姥姥家过暑假了，我们要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见。既然是你过生日，那我还是来一下吧。不过我这没准备生日礼物，空着手去多不好意思。没关系，你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而林有熙这回从他爸爸那边小跑了回来，脸上还挂着开心的表情。爸爸同意我去你家玩了，但晚上8点之前得回家。好啊，那现在大家一起坐我爸爸的车回去吧。夏元的爸爸工作繁忙，我见到岳父的次数并不多，只听说是做酒楼餐饮生意的，在县城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林有熙是第一次去夏元家，也是第一次坐夏元爸爸的车，他坐在车后排的中间位置，显得十分局促不安。这位小朋友，你叫做林有熙，对吧？圆圆经常跟我说起你哦。你是圆圆最好的朋友，就算幼儿园毕业了以后，也可以一起玩嘛，多来我家做客啊。林有熙轻轻点点头，无处安放的小手摸到了我的腰上，然后因为紧张下意识地掐了一下，我吃痛差点叫出声，连忙将火力对准了正在开车的夏元爸爸。夏叔叔，注意看着车哦！我的一个交警叔叔告诉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2行泪。我开车技术很好，你们放心就是。爸爸，梅芳说的话很对啊，我们老师也常说，开车要注意力集中，不然就违反交规，会被交警叔叔抓起来的。我可不想爸爸被抓，那里面很多坏人的。行。夏元爸爸似乎想吐槽什么，却又什么都没说，他脸上始终挂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随后又过了几天，我在幼儿园毕业后就跟父母去了一趟江城，从江城领完奖金回来，我就始终鼓捣着电脑。目前互联网上并没有 Unity 相关的资讯和学习教程，但基于 U3D 开发所需要的 C 景语言已经初具规模。如果想用 U3D 开发作品，那么 C 景就是必修代码。此外，在智能机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年代，Java 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流编程，而且今后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取代。我也不能放弃 Java 的学习。看着屏幕里密密麻麻又难受的文本，我只是学了一点基础教程人就开始犯困。一定是年纪太小的原因，自己的大脑毕竟还没发育成熟，这并不是幼儿园小孩应该承受的学习压力。想到这，我决定换种方式放松一下心情。我打开了自己安装的网络游戏，由盛达代理运营的02年的正版传奇。就在我沉浸于古代网游的快乐时，书房的房门被人推开了，突然出现的林有熙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下意识地关掉了显示器屏幕。林有熙好奇地歪着脑袋走了过来。你在做什么？神神秘秘的。没什么，你怎么直接进来了？我来找你玩，刚好你妈妈准备出门，怎么把电脑关了？打开嘛，我要看你学习。打什么开啊？一打开，你又要这边乱动那边乱动的，很好玩不是吗？林有熙有些委屈的嘟嘟嚷嚷。你和夏元这些天都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看动画片，快无聊死了。那我给你开电脑，你不准跟我爸爸妈妈说我在干什么。我不会说的。林有熙坐在凳子上晃着腿，兴奋地等待我把电脑屏幕打开。这个是什么？好像牛魔王。这是怪物呀，我在操控这个角色打怪物。嘿，你看啊，点这里，嘿，这里。好好玩的样子。林有熙的目光顿时被游戏画面所吸引。按理说小女孩只会对那些换装小游戏感兴趣，可林有熙不但没有对游戏里的怪物感到害怕，反而还异常兴奋地询问我这些界面的按钮代表着什么意思。我已经会用了，可以让我试试吗？行啊，你来。我正打算从椅子上下来给他让出位置，可林有熙却直接挤上来坐在了我的腿上。他眼里全是游戏画面的样子，时不时还会回头问我一些问题。小时候的游戏是真的有那么好玩吗？我想到自己这样是不是会带坏了林有熙，他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影响从而永远失去成为学霸的机会？我可不愿这么害他。玩一会儿就可以了，我们只是小孩子，不能沉迷这种游戏。我知道，再玩1分钟。小林有熙紧紧盯着屏幕，头也不回地说着：“来了来了。”游戏迷的常用话术，玩一把就下，实际上玩了3、4把还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得用前世的丰富经验好好教育他才行。那个，我说你啊，我玩好了，你可以把游戏关掉了。林有熙把手从鼠标那边收了回来，然后乖巧地看着我，真厉害呀！只能说从小就展现出如此强大的自控力，怪不得未来能成为学霸。我现在要学习计算机语言了，你去看电视好不好？那样不就跟我在家里一样了吗？林有熙从椅子上跳下来，然后扒着我的肩膀晃来晃去。陪我一起玩。玩是可以，但就我们俩玩什么呢？我可不想玩过家家了。我最近想出来了一个新的游戏，跟我来。林有熙拉着我来到客厅，他找来了2个一样大小的水杯以及一个装满水的水壶。
是做什么？喝水比赛，我们一起比赛喝水，看谁喝水喝得多。你是哪来的提醒喝水小助手啊？你从哪儿学来的？林有熙坐在椅子上晃荡着椅子。大人们在电视里就经常喝酒划拳的游戏，我觉得好好玩耶。天天不学点正经的东西，少看点电视。那你陪我玩一次好不好？我一直等着你回来玩这个。好吧，怎么判定胜负？那就谁先喝满10杯就算赢。那来吧，3、2、1，开始。只见林有熙快速拿起水壶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水，然后一口气咕嘟咕嘟全喝下。你喝慢点儿，别呛着自己了。我应付似的一样陪着林有熙玩闹，还要担心他玩得太过火。你要输了，梅芳。林有熙擦了擦嘴角，这才没一会他已经喝下了7杯水，而我这才刚刚第3杯。别，你要输比赛了，小梅芳。别。看到他这么嚣张的样子，我的好胜心也稍稍被激起了一些。本来不想使出全力的，这可是你逼我的。我拿着水壶往杯子里倒水，然后一杯一杯的开始往下喝。而林有熙见状急了，他在喝第8杯的时候涨红了脸，已经有些坚持不住的样子。我瞟了他一眼，在心里暗自嘲笑，玩喝水比赛居然不提前上厕所，也不知道这丫头是怎么想的。憋不住的话就赶紧去吧，不过我会赢下比赛。不行，我不能输给梅芳。林有熙看到我准备喝第7杯的时候，连忙把我的杯子抢了过去，一口喝完，然后又趁着这个势头把自己手里的最后一杯咕咚咕咚一口喝下，水顺着他的嘴巴流下，打湿了衣服。是我赢了，这么拼啊你！我刚要继续搭话，林有熙却在这时一把将我推开，然后捂着裤子一溜烟就冲进了厕所。好险，差点就跟梅芳你一样成为尿裤大王了。从洗手间归来的林有熙一边擦着手，一边露出一副神气的表情，他双手叉腰，很是得意。不过现在梅芳你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下次我要找夏元比这个，成为最强的喝水大王。你以后能不能找个正常点的游戏玩？我真的会晕。小孩子的生活真好啊，总是无忧无虑。我的暑假伴随着林有熙的频繁来访而变得充实忙碌，我们一起用电脑见识了不少游戏，我也在林有熙小小的身体里感受到无限的潜力。他对任何游戏都有很高的天赋，只需一小会就能轻松上手。我从心底冒出了一个想要把林有熙培养成游戏开发工具人的想法。当然了，想要付诸实践的话，目前还相当遥远，可以说是未来20年的大计。目前我只能有意的去引导栽培林有熙，成不成还得看老天赏不赏他这口饭吃。一转眼暑假来到8月中旬，夏元从姥姥家回来了。回来的第一天，他就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找我和林有熙在小区公园里碰面。夏元，你晒黑了呀，你现在好像动物世界里那些非洲野人。林有熙说话比较直来直往，他摸了摸夏元有些黝黑的肩膀，好奇的问。小夏元被这么说也没有生气，他抹了抹鼻子，笑嘻嘻的。是很像啊，我一开始也难过了好久，但妈妈说过段时间就会自然恢复，只要我平时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C 就好啦。原本皮肤十分白皙的夏元被晒得有点偏小麦肤色，她在夏天很喜欢穿露肩的连衣裙，因此会有比较明显的对比晒痕，让人看着有种莫名的色气感。不行，要冷静啊，梅芳，你可以的。林有熙和夏元没注意到一旁脸红呆住的我，他们两人聊了一会后，夏元便从书包里掏出了自己带回来的大宝贝。对了，这是我从姥姥家带回来的礼物，我想给你们看看。哇，是青蛙耶！夏元的玻璃罐里装着一只绿色的小青蛙，两个女孩都在此时表现出与其他小姑娘截然不同的样子，她们似乎很喜欢这种小动物，反倒是一旁的我被吓了一大跳。你们不害怕吗？这种东西夏元一脸嫌弃，梅芳胆子好小，怪不得会尿床。林有熙跟着又补了一刀。你们这俩丫头，我有些无语。用盖子封住的话，小青蛙不会缺氧吗？不会啊，你看盖子这里，姥姥帮我扎了孔。原来如此。青蛙好有意思，好好玩。你看它的腮帮子鼓得好大呀，它吃什么呀？我记得它好像是吃虫子的。是啊，蚊子、苍蝇它都会吃，养一只青蛙在身边，就不怕被咬出痒痒包来了。夏元说着说着，忽然默默叹了口气。不过我妈妈和我说，青蛙是保护动物，所以明天就得把它放生才行。我能和小青蛙多玩几天吗？明明那么有意思。林有熙歪着脑袋思索了片刻。如果你家里不能养的话，可以放在梅芳家里。为什么你觉得我家里就可以养？再说你喜欢青蛙，为什么自己不养？我爸爸说他以前吃过青蛙肉，还跟我说青蛙可好吃了，我怕他看到小青蛙会把它炖了吃掉。那你爸爸就危险了。妈妈说青蛙可是2级保护动物，被发现吃青蛙的话是要进监狱的。夏元露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林有熙听了后顿时慌了，他拉着夏元的手委屈巴巴。这件事不要告诉警察可以吗？我爸爸现在已经不吃了，我已经没有妈妈了，
我可不想没有爸爸，这样我就成孤儿了。不愧是小孩子，自己的不幸就这么随意的讲出口。说到这个，夏元似乎一开始就知道林有希妈妈不在了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他那么热衷于在郭家家里扮演林有希妈妈的原因吧。既然现在没有在吃青蛙的话，我觉得警察叔叔也没有这么严格，所以梅芳，你可以养的吧？我们可是关系那么好的朋友。你以后就可以一个人在家玩青蛙，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真羡慕你啊！你们放弃吧，不管是撒娇卖萌还是激将法都没有用，我不是喜欢青蛙的人。林有希和夏元两人面面相觑，他们偷偷商量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一定要让我体会到养青蛙的快乐。可以把青蛙拿出来吗？让梅芳亲自摸一摸青蛙，她就会喜欢青蛙了。可以，我之前就拿出来玩过，不过青蛙很认生的，身上还很滑，拿的时候要小心。看着他们小心翼翼的炫开瓶盖，我忽然有一种不妙的既视感。夏元抓着青蛙刚放在林有希的掌心上，青蛙就直接跳了起来。伴随着两人的惊呼声，青蛙发出咕咕的声音，一蹦3尺高跳到了我脸上。从小没碰过青蛙的我发出歇斯底里的大叫声。梅芳，冷静，你先别急，不要乱动，我来帮你。一旁的林有希笑得合不拢嘴。折腾一会后，我累得精疲力尽躺在地上。夏元和林有希两人则追着逃跑的青蛙找了好一阵，才悻悻地回到亭子。青蛙好像跳进池塘里了。小青蛙，你们就没人关心一下我吗？谁要关心你啊？你个大笨猪！林有希气得一直不停敲着我的脑袋。你把夏元冷了辛苦抓的青蛙弄丢了。没关系啦，反正也要放生的，这样也能早点让小青蛙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你不能老是惯着梅芳，你老是让着她，看她现在多嚣张。不过玩得很开心呀。这么说也倒是。夏元和林有希两人都开心的笑了。很快又过了一段时间，暑假接近了尾声，夏元也逐渐白了回来。此时我和他正坐在我家的沙发上看着电视，我时不时剥开一半橘子送到夏元嘴边，他并不抵触，小口张嘴就会吃掉它。对了，梅芳，我想和你商量个事情。你说。我在想，我们都是报的实验小学，那你和林有希要不要和爸爸妈妈商量，都一起上电教班呢？电教班是小学在这2年开始推行的特色授课模式，班级教室设在综合楼，学生数量更少，采用多媒体教室上课，并配置了空调。还是不去了吧，我觉得那种班有钱人太多了，我跟林有希这样的家庭去了，一定会被歧视。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大家才不会那么喜欢攀比，主要是去电教班的话，我们就一定可以在同一个班呢。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了，其实啊，我妈妈就是今年实验小学电教班的班主任。原本还一副轻松悠闲的我，在听到这句话后突然心头一紧。初见夏元妈妈时，那种似曾相识的记忆与前世终于重叠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届的电教班在我上4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就是电教班的班主任一家因为丈夫投资失败破产，负债千万，一家人在长久的绝望之中选择了服药，其中还包括他们未成年的女儿。难怪上一辈子后面就再也没听过夏元的消息。原来是这样，我暗暗握紧了拳头，这次我一定不会让这种惨剧再次发生。时间来到晚上，一家人正在饭桌上吃着饭，我向虚假的一家之主老爸提出了自己想去电教班的要求。想去电教班读书吗？我点了点头。电教班是采用多媒体教学，有很多接触电脑的机会。我想学更多的计算机知识，长大了好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你小子少跟我来这套，天天学电视讲话。你是想跟夏元继续在一个班对吧？他妈妈于老师啊是电教班的班主任，前阵子遇到的时候也跟我们提过来着。这也是一部分理由，本来就是夏元告诉我的，不然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嘛？倒也是，但就怕你小子心思不在学习上。老婆，我这边倒是没有什么太大意见，看你怎么说了。要真是为了学知识的话，想上电教班，我倒是不反对。那就这么定了吧，但你要保证学习成绩不能落后，在班上保持前多少名。你给爸爸妈妈做个承诺，不然不仅要让你转学到普通班去，电脑也要给你没收了。每次期中期末保持第一行不行？老爸和老妈闻言都愣了一下，自己的儿子哪里来的自信？不是，你这对你自己的要求也太严格了。爸爸妈妈也不为难你，每次考试前10名就行了。那好吧，我现在可以告诉夏元和夏阿姨，告诉于老师这个事情吗？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可以说啊。说完，老妈和老爸又商量起事情来，两人嘀嘀咕咕了好一会，老爸才转过头。我和你妈有事儿，要去一趟医院，你可以去找夏元玩了。好。说起来，最近爸妈怎么老去医院？前世的父母身体一直很健康，因此我也没多想。很快我打电话把夏元叫了出来，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他。你家里人已经同意啦，那太好了。夏元拉着我的手，开心的蹦蹦跳跳。那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成为同班同学了。先不说这个，你爸爸妈妈在家吗？我妈妈现在在学校，爸爸在工作。
夏叔叔最近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没有啊。你问我爸爸的事情做什么呀？夏元露出疑惑的表情。没什么啊，你觉得没有奇怪的地方就好。要说有些什么的话，他已经连续骗了我3次了，每次都说要带我去游乐场玩，最后总是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爸爸了，这个是真的，他是个大骗子，撒谎精。这样，在得知夏元就是那场悲剧的主角后，我就一直很在意夏元爸爸妈妈的情况。既然你这边已经搞定了，等林有希来了之后，我们问问他那边的情况好了。作为单亲家庭，爸爸常年在工地上工作，林有希的家庭条件本来就不太好，这笔开销也不小。最后的结果并不出我所料，林有希来了后带来的也是不好的消息。你们上了小学还在一起，但我以后就不能和你们一起玩了。